全球颜色革命浪潮再度汹涌，它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套路和手段？又该怎么样去防范呢？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世界局势再汹涌，严格之父又祭出绝学12式，中国要加强警惕。近段时间呢，随着全球局势的越发紧张，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很多起颜色革命的小火苗。国外的土耳其内政部长表示，美国正在策划推翻埃尔多安统治。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透露，枪击案引起的反暴力集会背后有着外国的支持。俄罗斯政府回应，西方支持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再次中毒事件很可能是他自导自演的等等。国内的安徽某大学副教授在高中演讲时公然鼓吹拜金媚外思想，脱口秀演员表演时影射人民子弟兵，不知名网友断章取义，污蔑兰州教师，抹黑抗美援朝等等，这些颜色革命事件兴起余为流毒深远，轻则扰乱社会秩序，重则危害国家安全，对世界各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那么颜色革命到底是什么呢？它有哪些套路和手段呢？又该怎样去防范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说起颜色革命，必须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吉恩·夏普。他提出的非暴力抗争思想，以完善的12部非暴力抗争体系、198种非暴力颠覆政权方式，为颜色革命注入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因此他也被称为颜色革命之父。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想起了一个人？印度的圣雄甘地。没错，吉恩·夏普确实是受到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理论的不小影响，但和甘地不同，吉恩·夏普是地道的美国人，他提出的这套理论并不是为了国家独立，而是想要帮助美国用更加隐晦、更低成本的方法颠覆其他国家，并且相比于甘地不抵抗运动的总是失败，吉恩·夏普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导演的颜色革命大多数都成功了。巴拿马、格鲁吉亚、乌克兰这些小国就不用说了，就连苏联这个和美国并驾齐驱，甚至一度威压美国的超级大国，都败倒在了颜色革命的脚下。1991年8月19日，苏联解体事件中的名场面之一，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讲，而就在不远处的地上散落着一些不起眼的小册子，正是吉恩·夏普的非暴力革命之道。不可否认，苏联解体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自身内部出现了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特权横行等。但如果没有美国在背后操纵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事件，或许苏联的崩溃就不会来得那么快了。而这正是颜色革命的可怕所在。相比于战争方式，它的成本更低，兵不血刃就可以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但同时它的效果却更好，给目标国家带来的震撼力更强，民众的反感程度更低。遍观世界各国发生的颜色革命，无一不是带来了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国家分裂等残酷后果。同样的，这也是颜色革命的底层逻辑所在。之所以几次之后，各国明明都已经知道了颜色革命的危害性，却还是一个个的接连中招，这是因为各国内部本就存在着重重问题。有的是政府治理出了问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现象太过严重，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也有的是经济发展不起来，民众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两极分化；还有的是民众的思想价值观念混乱，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社会撕裂比较严重等等。美国民主基金等组织打着自由人权的口号，将这些问题放大，吸纳冲上所谓美式民主的人，不断蛊惑民心，煽动民愤，挑起街头政治，催化暴力冲突，主流媒体配合，孤立目标政府，经济外交制裁，必要情况下支持反政府武装，暴力推翻政府。像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吉尔吉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及阿拉伯之春等等，都是这样的套路，无一例外。
有人统计过，近30年来，美国相关部门至少在50个以上国家中推动过颜色革命，其中成功的多，失败的少。通过颜色革命手段颠覆的政权，占到了冷战以后政权垮台总数的90%以上。可以说，颜色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混乱。顺便一提，之所以叫颜色革命，是因为在大多数的类似事件中，组织者往往都会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花朵来当作行动的标志物。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已经数次挫败了美国的颜色革命，但很明显，美国并没有死心，还是一直都在想着如何颠覆中国的事情。一旦中国对此放松了警惕，美国马上就会利用希腊的叛徒，在媒体舆论上挑动民众的情绪，进而蛊惑民众和政府对立，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比如说，前几年香港爆发的空前规模的打砸抢烧暴乱，根据暴徒的各种不同暴行，还有分门别类的薪资标准，这背后要说没有美国的黑手在推动，谁会相信呢？因此，中国在搞好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必须要努力增强忧患意识。对于发展中碰到的问题，要积极正视，妥善解决；对于美西方别有用心的渗透势力，要擦亮双眼，加强防范；对于社会上不良的思想倾向，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教育。事实上，从高中生上台怒斥副教授的媚外言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对此已经有了不弱的防范之心。只要继续保持这种警惕，美西方的颜色革命在中国面前永远都不会得逞。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